顶流影帝深夜发文求助，老婆天生体弱，半夜总是偷偷躲在书房里吐，她是不是怀孕了？下一秒，她又发了一个大哭的表情包，完蛋了，老婆肯定是想带球跑，所以才瞒着我。网友们各出奇招，教他怎么挽留老婆的心。第二天，当红小花夏之莹突然在直播时吐了，她出道实力林黛玉人设，身娇体弱，多愁善感。她柔柔一笑，当场回应：哥哥，我们的事私下里说不好吗？闹到网上惹人笑话，半夜又吐了半宿，实在难受。弹幕瞬间磕疯了，原来影帝的隐婚老婆竟然是柔弱小白花林妹妹。当晚，我把谢晋撵到客房反省，谢晋眼眶微红，哑声道：她是林妹妹，我也不是宝玉呀，你怀着孕呢，别气。哎呀，哪有女孩子走边路玩战士，我想玩瑶妹。耳边传来夏之莹不满的抱怨声，我玩射手都快把下路杀穿了，可她开局4分钟就在边路送了4个人头，被人推了2座防御塔。本来夏之莹是补位让她抢瑶妹，但瑶妹被对方禁用后，她自暴自弃点了项羽玩对抗路。伴随着她的抱怨声，一局游戏玩下来，我拼尽全力还是输了这把游戏，成了败方 MVP。夏之莹主动向我道歉，对不起姐姐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我喝了口水，轻描淡写的说，为什么不买装备？是在砍价吗？夏之莹小脸一白，眼眶发红，隐忍着情绪不落下泪。夏之莹在娱乐圈里出了名的林黛玉，她身娇体弱，弱柳扶风。她出席活动时总穿着一身白裙，为了维持人设总是柳眉轻蹙的模样。被我这么一问，粉丝们可心疼坏了。这姐们的嘴是淬毒了吧？不就一场游戏吗？至于这么看重吗？等等，这场游戏已经不重要了，在名义上莹妹妹已经赢了，你们快看微博热搜，热搜炸了，影帝半夜发博就是想要一个名分，可我们莹妹妹到现在还没给影帝名分，不愧是当代林黛玉，连影帝都拜倒在莹妹妹的石榴裙下。我点开微博热搜，谢晋和夏之莹被绑定在一起。井号顶流影帝谢晋深夜发文求助，神秘老婆疑似怀孕。井号谢晋被网友指路去找林妹妹夏之莹，井号惊，原来夏之莹就是谢晋的神秘老婆。井号昨晚凌晨我胃里一阵阵不舒服，又怕打扰到谢晋休息，于是我去书房的卫生间里吐了好一阵子，一大早又跑来录制明星竞技节目，一直没时间看手机休息。没想到谢晋玩了一波大的，他在微博上求助，老婆天生体弱，半夜总是躲在书房里偷偷吐，她是不是怀孕了？粉丝在微博下面热评，哥，你俩感情怪冷淡的，他睡书房，你睡卧室，你公开了他隐身，哥你顶级恋爱脑啊。谢晋当场回复粉丝评论，谢晋完了，你不说我都没发现他对我这么冷淡，是不是想带球跑？我那么大的老婆呢？粉丝当场沉默，默认谢晋是个恋爱脑无疑，于是纷纷给他指路到当红小花夏之莹的微博，只因夏之莹是当代林妹妹，她身体娇弱，酷爱养生，号称天生体弱多病，只求遇见她的宝玉哥哥。夏之莹的粉丝跑到谢晋的微博底下控评，我知道你就是莹妹妹的老公，你就是莹妹妹的宝玉哥哥，对，只有我家莹妹妹天生体弱，除了她还能有谁？粉丝疯狂控评洗脑下，不少网友随波逐流，默认谢晋的神秘老婆就是夏之莹。这些都是网友捕风捉影的事情，目前没人下场澄清。何况我和谢晋已经结婚1年，一直以来都是我单方面隐婚状态。谢晋早在1年前承认已婚，圈内女明星粉丝们把他合作过的女明星全都猜了一个遍，唯独没怀疑过我。只因我和谢晋从未出席过同场活动，公开露面过。直到这次风波开始后，一切都改变了。明星竞技节目除了我和夏之莹，以及当红偶像江南、知名小花孙颖以及电竞选手宋时麟，我们组成的明星战队对战职业选手。本来实力悬殊比较大，每场都输很惨。好在我和江南都比较会玩，孙颖是中路玩家，宋时麟全能补位。新的一局开始后，开局不顺，宋时麟的野区被对方入侵，抢走了红 buff。夏之莹略有些抱怨，要是哥哥在就好了，这场游戏肯定能赢。现场气氛有一瞬的凝固，主持人嗅到了八卦的味道，主动谈起微博热搜的话题。想必大家都知道，影帝谢晋经常在微博上晒出养生汤、营养粥，专门研究中医食谱，养老婆非常细致，可见他老婆身体有多不好。谢晋配文中的天生体弱，根本就是在夸大其词。我有急性哮喘，自从他知道这件事后，每次都会特别注意，总觉得我身体不好，稍不留神哮喘病就会发作。可在正常情况下，我的哮喘病一般不会发作。夏之莹却在一旁轻轻咳嗽，虚弱地靠在电竞椅上。哥哥不让我参加节目，总怕累到我，可我总不能一直靠哥哥养，我也想养哥哥，就像他深夜关注我那样。我手指一顿，斜了一眼夏之莹，察觉到我的目光，夏之莹露出善意的微笑。知苑玩游戏这么厉害，生活日常恐怕只靠游戏解压吧。其实知苑也可以像我一样，有哥哥照顾，总比孤单单的一个人好。此时我正在下路，被对方打野中路一起抓，我连闪带躲，击杀对方射手辅助，一换二把对方送回家。随即摘下耳麦，微微一笑。你们喝过82年的龙井吗？夏之莹无辜地询问。那是什么？没什么。主持人趁着夏之莹分心，继续追问关于谢晋深夜发微博求助这件事，你怎么看？夏之莹柔柔一笑，当场回应：我们的事情，哥哥总是小题大做，闹到网上惹人笑话。哎，我昨天又吐了半宿，实在难受。瞬间，直播间的网友全都沸腾了。夏之莹羞涩一笑，脸上抑制不住的甜蜜。她倒是挺会坐享其成。夏之莹的粉丝疯狂磕糖，直接控评直播间。原来莹妹妹口中的哥哥一直都是谢影帝，每一次提起谢影帝，莹妹妹完全是小娇妻的状态，这对 CP 磕死我了。哇哇！不得不说，他们的 CP 感真的很强，不像谢影帝和安之苑看起来像兄弟。难怪谢影帝跟圈内女明星合作了个遍，却始终不愿意跟安之苑合作。安之苑咋了你们？她没绯闻，认真搞事业咋了？吃你家大米了？别强行配对行吗？安姐独美。就在她粉丝的疯狂控评下，一个 ID 之门永存的粉丝杀出重围，他连送5艘豪华游轮、豪华跑车，鲲鹏万里闪过直播间。
就在众人惊叹时，霁月苍狼豪华大礼送上，玉龙游侠礼物狂刷10件，手机连续震动5分钟。直播间网友都傻眼了，手都给我震麻了。这哪里来的氪金大佬？知门永存 ID 好眼熟，他是安之院的大粉吧？小爱秘书速查知门永存，10分之内我要他所有的信息。知门永存，谁都不准说我老婆。知门永存，长了个老婆脑怎么了？谁说我老婆我和谁急？主持人笑容满面的说，知的谐音是知吧？早就听说知音男粉众多，连一个男粉丝都对你重金送礼，痴汉成这样，要是谢影帝知道，恐怕会吃醋的吧？夏之莹脸颊红润，羞涩的说，也不一定吧，说不定是知院的粉丝。他的 ID 是知门，知院的粉丝就和榜一大哥似的，土豪至极。我们是明星，玩这一套有点登不上台面。原来谢晋也有登不上台的时候，我忍不住笑了，笑盈盈的说，那他口中喊的老婆是我喽？你可别后悔呀！在数万人的直播间里，一个 ID 知门永存还是挺容易查出来的。谢晋当初失手点赞过知门永存的视频，细心的网友很快扒出来知门永存幕后是谁，这该不会是谢晋的小号吧？谢晋用过类似头像，有点赞过他的作品。除了谢晋的小号，还能有谁？谢晋知道我事业上升期，尊重我的选择，同意我个人隐婚，因此他不能说出真相，只能在小号上怒刷存在感，为我争口气。热搜上谢晋又荣登榜一，井号谢晋小号曝光井号知门永存，知门永存，井号谢晋下场维护老婆井号谢晋飞行嘉宾，探班赢妹妹综艺井号。看到这些热搜，谢晋在家再也坐不住了，他火速联系节目组签约下期节目，随后直接在微博上晒出飞行嘉宾参加明星竞技。谢晋等着，粉丝纷纷调侃，我哥要亲自下场追妻了，哇哇哇，该不会是因为赢妹妹没认出他的小号生气了吧？千里迢迢去抓妻子，强制爱和带球跑的剧情，我最爱了好吗？夏之莹还没空看微博，只听说了知门永存是谢晋的小号，她抿唇一笑，柔声道，这就和知院没关系了，说不定还是我呢，非要我的替身是吧？行，姐让你做的够，我就等着夏之莹自食恶果，现在有多得意，等真相揭穿的时候就有多难看。电竞中途直播结束后，只有一台摄像机在跟拍录制。休息期间，节目组特意安排了豪华大餐。夏之莹坐在我的旁边，脸上浮现出笑容，柔声道，我最近胃口不好，闻不了油腥味，总喜欢吃点酸酸的东西。我灵机一动，主动将解腻的柠檬放在她面前，既然你这么喜欢，那就多吃点这个。夏之莹面带微笑，轻轻咬了口气酸无比的柠檬，她表面吃得很满足，只有发颤的手指出卖了她。见她吃得这么开心，粉丝都有了大胆的猜想，直播间粉丝纷纷发起了祝贺。莹妹妹身娇体弱，却还是愿意为陆影帝怀孕生子，爱真伟大。对呀，网上还有人猜测陆影帝的老婆是安之院，我真是笑了，如果真是安之院，那也是陆影帝出轨。心疼莹妹，她都这样了，怎么还有人在怀疑莹妹妹的身份？知门永存本来就是安姐的大粉啊，你们这么会扭曲事实呢？夏之莹吃不了重口的，转手就把一盘爆炒鱼杂放在我面前，还主动给我夹了一块，你吃呀。我强忍着胃里的翻涌，闭了闭眼。见状，夏之莹露出可怜的神色，委屈地说，姐姐不会是嫌弃我筷子脏，不愿意吃我给你夹的菜吧？孕妇对气味比较敏感，尤其是满满一盘鱼杂放在我的面前，我根本闻不了那股味道，胃里一阵阵难受。可当着镜头的面，夏之莹还要让我吃下去，众人目光注视下，我再也忍受不了，转身我飞奔到卫生间里，一阵阵干呕袭来，狂吐2分钟。等回来后，大家看我的眼神都变了。孙颖关心道，你没事吧？吃坏东西了吗？我摇摇头，强压住胃里的不适。夏之莹面露关切，握住我的手，她偷笑道，知院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该不会也怀了吧？对上她不怀好意的眼神，我嗤笑一声，我和谢晋没有传过绯闻，她该不会以为我怀了别人的孩子吧？既然如此，我就满足她的好奇心。我牵动嘴角笑容，无害地说，谁知道呢？可能怀了影帝的孩子。瞬间，夏之莹脸色都变了，她脸上的笑容顿时消失，勉强一笑，知院，当着镜头的面你还敢开这种玩笑，就不怕粉丝宝宝们生气吗？我倒是不怕，现在该害怕的人是他。直播间的网友一阵唇枪舌剑，安姐竟然怀孕了，我的事业批，你怎么能怀孕呢？安之院怀的孩子是谁的？他到底是在开玩笑还是认真的？该不会真是谢晋的孩子吧？你们真是蠢，安之院说有就有了，他就是想蹭莹妹妹的热度，看莹妹妹和谢影帝关系这么好，故意过来蹭姐无疑。夏之莹不敢再试探我，生怕我捅出不可告人的秘密，伤其自身。等知道谢晋要空降到节目组后，夏之莹在游戏里抢了我的射手路，让我玩辅助，他玩射手导致被对方乱杀，他抿了抿唇，委屈地说，我想先练练手，等哥哥来了就能和哥哥一起并肩作战。射手都是后期英雄，随便点塔就能赢，都怪你们没拖到后期，才开局10分钟就被对面打到水晶，这怎么能打得过？大家碍于面子都憋着一口火没发出来。见众人脸色不对，夏之莹连忙把责任推卸到我身上，知院，都是你辅助没玩好，害我死了那么多次。你看我辅助你的时候，每次都能让你拿 MVP， 不过你也别灰心，下一局我们一定能配合默契。我玩的是大乔，每次都提前预判，把专精圈放在他的脚下，可这姐们嫌对面经济太低，和借了高利贷似的，使劲往前送。我帮他摇人打团，他倒是抢先进圈开战，还责怪大家送人头。我深吸口气，微微一笑，所以离了辅助你就射不出来了吗？噗嗤，身边的孙颖没忍住，小声的笑了。夏之莹脸一阵红一阵白，目光望向镜头，委屈的冒眼泪。你胡说什么？直播间网友全都站正主，骂得不可开交。安之院还是女明星呢，说话这么粗鄙，难怪一直红不了。莹妹妹哪里受过这种欺辱？笑死！电子竞技菜是原罪，自己菜还要推卸责任，怎么是玩不起还是输不起？莹妹妹练英雄咋了？这不都是为了和谢影帝甜蜜双排吗？至于被你们游戏玩家骂吗？我看你们就是游戏玩多了，脑子玩傻了。
伴随着不间断的争执声，明星竞技第1期节目结束。回去后，谢晋弯腰放拖鞋，接过我的外套，主动帮我把蜂蜜水放在桌上，随即熟练地奉上戒尺。我错了，我淡定地喝着蜂蜜水，有事不会问我，非要发到网上。谢晋头埋得更低，委屈地将脸靠在我的身边。老婆，你一直不公开，是不是觉得我登不上台面？还是你不爱我？难道我对你强制爱了？我无语地闭上眼，看来他被网上的言论毒害得不轻。谢晋用手抚上我的小腹，这里该不会真有个孩子吧？老婆，你要是带球跑了，那我怎么办？望着他骨骼分明的手掌，我轻轻嗯了一声。真有个孩子。谢晋神色一正，眼瞳颤了颤，他紧握住我的手，颤声道：生孩子很痛吧？要不然趁他还小，我们先把他留了。我嘴角一抽，目光冰冷地看向他。谢晋一直怕我痛，怕生孩子时我的哮喘症发作会影响我的身体，所以一直都在做避孕。这次怀孕还是他上次醉酒，避孕做得不及时，侥幸怀孕。我拍他的手，伸手捏住他的脸，面无表情地看着他。谢晋，我真想掰开你的脑袋，看看里面装的是什么。你要是敢不要孩子，我真会带球跑。我和谢晋是青梅竹马，两家世代交好。谢晋18岁和家里闹别扭，头也不回进了娱乐圈。同一年，我出国留学，谢晋获得人生第1个最佳男配奖，我连夜飞回来参加他的颁奖礼。谢晋成为顶流影帝的那年，我辞去国外的高薪工作，毅然决然回国。那年，他险些宣布退圈，去找我结婚。也是同年，我为他进圈，去走他从前走过的路。因为我们从小就在一起，我无法忽视谢晋走过的路程中没有我。谢晋牵住我的手，俯下身吻上我的手背。之愿，我们公开吧。我沉默一瞬，他以为我不同意，忍不住眼眶一红。我一刻都等不了了。之愿，我是你的，凭什么要被别人误会她是我老婆？她是林妹妹，我也不是宝玉，凭什么我连自己的老婆都要藏起来？我就是要向所有人炫耀，安之愿是我老婆。我揉了揉她的发丝，点点头，行，听你的。转眼到了第2期，节目开始，谢晋一出现就成了全场的焦点。她眉目清冷俊秀，漂亮的桃花眼看人时总透出一股凉薄，视线扫视过众人，目光落在我身上，眼神渐渐柔和下来。我身边站着夏之莹，当谢晋朝这边走来时，不光场内一阵唏嘘，连直播间里都有不少网友开始磕 CP。谢晋可是出了名的酷哥，从不和圈内女明星搞 CP。可你们发现没？谢晋一看到莹妹妹，眼神都变了，激动。谢晋千里迢迢来追妻，和莹妹妹甜蜜双排，这下可有看头了。可是我怎么发现谢晋看的人是安之愿，不是夏之莹呢？谢晋站在我的面前，嘴角轻轻弯起，能在这见到安老师一面，真是荣幸之至。不愧是谢影帝，随地大小眼。我乖乖配合他的演出，能见到谢老师才是我的荣幸。谢晋嘴角忍不住上翘，完全忽视我旁边的夏之莹。直播间的网友全都傻眼了，怎么回事？我哥从出道以来从来都没这么积极主动过，安姐一句话都快给我哥吊成翘嘴了。立马有粉丝跳出来审判，谢晋，你明目张胆的和别的女明星搞暧昧，无视身边老婆，连装都不装，这是典型的冷暴力吧？莹妹妹还怀着孕呢，就这么被谢晋给冷落了。好，总有她追妻火葬场的时候。主持人立即出来打圆场，谢老师，既然来参加我们节目了，不如和我们的职业选手玩一把。谢晋蹙了蹙眉，目光瞥了眼职业选手，你们游戏安排的不合理，一群业余选手和职业选手 PK， 这和虐菜有什么区别？职业选手要是在游戏里给对手让步，这不是对电子竞技的侮辱吗？主持人面露尴尬，又得罪不起谢晋，他只能硬着头皮问，那谢老师觉得该怎么玩？谢晋挑了挑眉梢，最起码也要把2队混到一起才公平，混合组队，一队里不能只有职业，也不能只有业余。主持人让导演组商量参考谢晋的意思，考虑要不要更改游戏规则。等待期间，夏之莹的粉丝都骂疯了，谢晋一上来就甩大牌，还要更改游戏规则，他把自己当成什么了？莹妹妹站在一边都快委屈哭了，谢晋是不是太不把莹妹妹当回事了？这还不都怪安之愿，要不是他捣鬼，莹妹妹怎么可能受这委屈？夏之莹小脸微红，眼神无辜纯净，试探地说，谢晋，我想和你一队。谢晋神色一顿，语气冷淡了不少，你是我什么人，凭什么要和我一队？瞬间全场都安静了。由于节目组还没商量好，谢晋也摘了麦和他们一起商量。谢晋说这话的时候，大家都听明白了，但网友还不知情，沉浸在暗戳戳的糖里磕死。莹妹妹和谢影帝说什么悄悄话呢？小脸通红，该不会是不能播的话吧？我知道谢影帝为什么会对莹妹妹这么冷淡了，该不会是因为莹妹妹事业上升期，谢影帝怕耽误莹妹妹的发展吧？你看没有镜头的时候，他们俩多甜啊！节目组同意谢晋的要求，通过抽签的方式进行分配，我和谢晋、夏之莹、孙颖、江南进行抽签。谢晋冲我挑了挑眉梢，主动让我去抽签。等大家都亮出抽签，谢晋和夏之莹都是红签，证明他们是一对，而我则是绿签和职业选手一对。谢晋神色一正，唇角弧度瞬间垮下，真遗憾没能和你一对。我知道夏之莹肯定会让工作人员进行暗箱操作，她早就迫不及待的想要和谢晋一对。夏之莹一脸兴奋，太棒了，哥哥，我终于可以和你一对了，请多多关照。夏之莹的粉丝随了正主都很兴奋，普天同庆，终于可以看到莹妹妹和谢影帝甜蜜双排了。这岂不是强强联手，把对面的安之愿秒杀成渣渣？安之愿打游戏这么狂，这次终于遇到对手了。安姐加油！我有种直觉我安姐才是最牛的女人。游戏开始后，夏之莹秒选瑶妹，她小脸通红，羞涩地说：“哥哥，我玩瑶瑶保护你。”谢晋选了娜可露露打野，他神色冰冷，提醒道：“前期跟中路，后期跟射手，别跟我。”夏之莹明面上答应，可一进了游戏就跟着谢晋上野区，丝毫不管对方辅助位置和队友的死活。他给自己一个合理的解释：“哥哥，我帮你看野怪，防止对面打野来抢。”谢晋面无表情击杀野怪，升到4级后开始抓人。等夏之莹升到4级，他不管不顾骑到打野的头上，指挥谢晋：“哥哥，去抓中路呀，中路就支援一个人，快杀了他。”由于队里都是职业选手，根本不需要我玩射手补位。
我美滋滋玩了个中路小乔，可夏之营总站在中路挑衅我，我把他的被动打出来，他就变成小路逃跑。我懒得管他，他就站在我面前回城嘲讽我。等我打他，他又骑到队友身上，发了个抱歉的表情。夏之营玩兴奋了，哥哥，这样玩游戏真有意思，原来游戏要这样玩呀！我平静的杀人，等经验足够了，杀他和切菜一样简单。等谢晋带着夏之营冲到我面前的时候，我正要一扇子扇过去，就见谢晋带夏之营冲进了防御塔，他的护盾瞬间没了，掉下来后，谢晋又使用技能闪出防御塔。他嘴角一扬，嗤笑道：“现在还有意思吗？”夏之营没有逃出防御塔，直接被塔给打死了。尽管如此，直播间的网友照样磕疯了。谢晋玩游戏还要逗老婆，看老婆被塔打死，他笑得这么好看，果然男人至死是少年。哈哈，莹妹妹玩游戏还要闹，把安之苑当成猴耍，有靠山就是不一样。这么一闹，夏之营安生了不少，但谢晋不想让他骑在头上。每次夏之营拿瑶上身，谢晋就站在野怪前，让野怪把夏之营的护盾打掉，自己再去打团。我的经济渐渐起来，只要瑶从身上掉下来，我就能轻松把他杀了。这一波，我躲在草丛里，看到夏之营经过，一套小连招把他送回家。夏之营刚复活不到1分钟，我又把他送回去。直播间的网友都看不下去了，安之苑是故意的吧？连个瑶妹都针对，到底会不会玩游戏？成天就知道躲在草丛里的阴别人，要不是莹妹妹心思单纯，怎么可能被你杀了？等谢晋为他老婆报仇，你看吧，谢晋是全场经济最高的，只要安之苑露头就秒。一波团战后，双方队里就剩下我和谢晋2个，我故意扇谢晋一扇子，转身就跑。游戏已经到了后期，谢晋杀我简简单单，可谢晋往我2技能上踩是怎么回事？他大招跳到我的2技能上，被吹飞后，我本能的放大招送他回家。这么明目张胆的放水，谢晋当别人都瞎了吗？谢晋嘴角一扬，心满意足地说：“小乔好厉害，2技能能吹这么高，好假，好浮夸。”我漫不经心地瞥了他一眼，他立马星星眼，目光直勾勾地看着我。正要收回目光，发现夏之营已经气红了眼。直播间的网友都看傻眼了。谢晋这是明着眼吧？放水这么明显，当别人都瞎吗？不是，我真的要磕谢晋和安之苑了。这么明显的糖，你们看不到吗？你见过哪个大佬往人技能上跳的？这哪是放水，这明显就是天大地大，老婆最大。楼上你在胡说什么？明明妹妹才是他的老婆。安之苑真够恶心的，一直都玩射手的人，突然改玩中路，不就是拿个女英雄故意勾引谢晋？可谢晋是有妇之夫啊，你怎么敢的？由于全队只剩下我把3路兵线全部都带过去，他们复活以后直接打团，但已经于事无补，我们顺利拿下这场比赛。夏之营被气红了眼，委屈的直落泪。哥哥，是我没保护好你，才会输掉这场游戏。等下把游戏开局，我一定换成明世隐，贴身保护你，绝对不会让你被志愿杀掉。谢晋嘴角一抽，冷声道：“管好你自己吧，被他杀我心甘情愿。”此话一出，直播间的网友都沉默了。我是听错了吗？谢晋，你竟然敢这么对你老婆，难怪你老婆要带球跑。我的莹妹妹是什么天使宝宝，都到现在了还在想着谢晋，谢晋怎么能这么对自己老婆？不是，你们都疯了吗？我怎么觉得安之苑才是正派嫂子？我坐在椅子上，淡定地喝着水。被谢晋对了以后，夏之营一直红着眼没说话。他为了寻求安慰，竟然把房车里的小宠物抱过来。他抱着小金毛，摇晃着他的爪子，冲着直播镜头打招呼：“糖糖，你给哥哥姐姐们打个招呼呀！”看到小金毛，我本能地往后退。谢晋神色一紧，立即拿出口罩递给了我。怕被网友说我故意耍大牌，我一直忍着没戴口罩。只要金毛离我远点，就不会诱发我的哮喘。我有意躲在大家的后面，可夏之营绕过他们，直接抱着金毛找向了我。糖糖，这是你的志愿姐姐，你快给姐姐打招呼呀！小金毛汪汪叫了2声。夏之营现场翻译，他说他很喜欢姐姐，想要姐姐抱抱他呢。我本能的拒绝，身体往后退了好几步。可夏之营像是知道我的弱点似的，步步紧逼。难道你不喜欢糖糖吗？他这么可爱，没人会不喜欢他的。他可怜兮兮的祈求，你就抱抱他，求求你了。网友都站出来替夏之营说话。他都这么说了，就算安之苑再讨厌狗狗，碍于镜头也要抱抱他吧。狗狗这么乖，安之苑竟然这么讨厌，恨不得躲得远远的。怎么嫌弃狗是畜生吗？你们有点脑子好吗？安姐一直捂着口鼻，是不是对狗毛过敏？见夏之营一个劲把金毛往我身边送，我实在忍受不了了。我正要抬手，一道黑影出现在我的面前，替我挡住了一切。谢晋冰冷的眸子落在夏之营的身上。够了，他讽刺一笑，狗说话你都能听懂，抢着给他当翻译官。夏之营，抱着你的狗离之苑远点。夏之营失落的垂下头，弱弱的说：“哥哥，你对我这么凶干嘛？”网友都觉得谢晋太凶了，口口声声说长了个老婆脑，对老婆这么凶，私下里会不会动手打老婆？莹妹妹过的是什么水深火热的日子？都怪安之苑插手他们的感情，才会让谢晋变化这么大。见夏之营抱着金毛离开，我松了口气，正往前走2步，夏之营暗中掐了一下金毛，金毛汪汪叫了2声，一下子从他的怀里跳出来。夏之营假模假样的哎呀一声：“糖糖，你怎么突然不听话了？原来你这么喜欢之苑姐姐呀！”他抖着浑身的毛发，在我的面前蹭一圈，空气中弥漫着毛发，我呼吸不畅，脸颊涨得通红，心口涌上一阵窒息感。之苑，耳边传来谢晋急促的喊声，望着他的视线渐渐模糊。我捂住胸口，迎来一阵阵急促的呼吸，持续性的干咳让我身体迅速虚软下来。之苑，之苑，别怕，我在这呢。谢晋伸手接住了我，双手紧紧搂住我的腰，场面一阵混乱，大家都手足无措。他这是怎么了？对狗毛过敏吗？这哥哥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知道他对狗毛过敏。夏之营试图靠近，却被谢晋给吼了：“别过来，离他远点。”谢晋低下头，鲜红的眼眸落在我身上，镇定地说：“他的包里有药，他有急性哮喘，而且怀有身孕。节目先暂定录制，我要送他去医院。”工作人员赶紧去包里拿了药。谢晋强忍着发颤的手指，熟练给我喂药，雾化吸入才缓解了症状。夏之营手足无措地道歉：“谢哥，对不起，
我不知道知苑有哮喘，不然我送她去医院吧。你一个男人送她不合适。谢晋眸光泛起寒意，冷冰冰地看他。我是她老公，送她有什么不合适？轮得着你一个外人插手吗？夏之莹当场愣住，大家都陷入了沉默。直播间的网友更是被事实真相给惊住，热搜炸了。夏之莹一直都是冒充的，谢晋什么时候和安之苑在一起的？没见他们同出同入过，这保密工作做得也太好了。那咋了？说不定莹妹妹也没错，全都是谢晋这个渣男在搞鬼。莹妹妹这么心地善良，你们不要骂她。我是安姐的事业粉，她这样我很伤心的。谢晋是真爱了，看到安姐哮喘发作，急得都快哭了。原来爱的最高境界是心疼。我被紧急送去医院后，经过医生的细致检查，确定我和腹中胎儿都很健康。谢晋松了口气，握住了我的手。对不起，我其实应该早点说的，我怕你们的粉丝接受不了。你也知道，你粉丝都是你的事业粉，你要是怕粉丝骂，我会更难过的。所以谢晋想了个循序渐进的法子。我还没来得及说话，谢晋的助理推门而出。晋哥，你又上热搜了。谢晋皱了下眉，目光看向我。我发誓，我这次绝对没有在网上作妖。助理急得满头大汗，心虚的看向我，支支吾吾不敢说。我露出和善的笑容，你尽管说，有什么事情我给你兜底。助理只好坦白，是夏之莹在网上晒出了照片，自称是晋哥的白月光。这张照片之前就有传闻，这次更是坐实了他白月光的事情。我呵呵一笑，我们确实分开几年，但不至于闹得不联系的地步。谢晋有白月光，我怎么不知道？见我脸色不好，谢晋心慌意乱，我的白月光只有你呀。说完，谢晋拿出手机，点开热搜一看，他两眼一黑，转手把手机递给了我。看到那张照片，我也两眼一黑，这不是我吗？谢晋低声解释，你出国那几年，我一直把照片塞到钱包里，有次在化妆间弄丢了，怎么找都找不到，竟然是被夏之莹捡走了。我抽动嘴角，面无表情地看着他。然后呢？谢晋阴恻恻地说，有没有品味？你随便一拍都比夏之莹美上10倍。这张照片都是陈年老照，糊成这样都能让他冒充。你放心，我现在就在网上澄清。紧接着，我和谢晋的手机同时响了，原来是夏之莹弄了个顶级游戏俱乐部，邀请节目组的人在俱乐部里录制第3期节目。夏之莹主动谢晋安之苑。我不知道之苑有急性哮喘，为了赔礼道歉，并且给之苑道歉，我特意高价购买俱乐部，请大家来俱乐部录制。网友们都沸腾了，这姐竟然这么有钱，这可是国内顶级俱乐部，出来的全都是职业选手。听说老板培养了精英战队，专门打比赛。对，战队里还有女选手，这是国内少见让女选手上场的战队。莹妹妹好有眼光，这么有钱了，还是谢晋的白月光，总比安之苑好多了。小门小户的，看到她拍的照片，我只觉得眼熟。看到俱乐部的名字，我才想起来，这不是我妈送我的俱乐部吗？一直都是让退休老选手代管，现在都这么出名了。谢晋若有所思的点头，他不光冒充你的身份，还冒充了你的地位。我强忍着不耐烦，冷声道：呵，野心这么大，那就要看他能不能吃得下了。第3期节目开始后，录制在俱乐部里。俱乐部装修的十分奢华高端，每台机器都用了最好的配置，除了电脑顶配以外，整个区域内有休息区、零食水果区，甚至连健身娱乐区都有。网友们直呼这是人间天堂，一个劲的询问夏之莹还招不招人。我和夏之莹一起出现在俱乐部里，前台看到我立即站起身。老板，夏之莹一愣，她顺其自然自以为是前台在叫她。她微微一笑，故作矜持的点头。她在俱乐部里转了一圈，心满意足的一笑。你们找个位置随便坐。夏之莹坐在椅子上，翘起了2郎腿，说：我之前在国外留学的时候就定下了俱乐部，这些年也没怎么管过，竟然发展成这样。见到夏之莹身价不菲，主持人立即附和：莹妹妹经验这么丰富呢，出国留学的时候还想着创业，这就是粉丝们口中所说的知性恋姐姐吧。夏之莹被捧得高高的，心气自然也就高傲。她走到谢晋的面前，模样柔弱，眼神含情。哥哥，我知道你一个留着我的照片，睹物思人。如今我回来了，直播间的网友都磕疯了。破镜重圆，我最爱看。谢晋和莹妹妹是双向暗恋吧？要不是安之苑插手，早就修成正果了。莹妹妹有钱有颜有事业，哪点比不上安之苑？仅凭一张护照就冒充是白月光，就算是个普通人也能冒充吧？谁能看得清脸？谢晋凌厉的眼神扫视过她，随即委屈地靠在我的身边。老婆，我不记得有白月光，他不会是替身吧？你才是我的原配、顶配、超绝白月光啊！这，我配合他的表演，主动抚上他的脸颊。哦，我是超绝白月光，那他是谁？夏之莹脸一白，神色顿时不悦。她委屈地说：哥哥，你不认我就算了，还这么羞辱我。直播间的网友纷纷心疼夏之莹，莹妹妹都做到这份上了，谢晋就算是表面装装也行，何必把事情做得这么绝？冒充一次还想要冒充第2次，安姐才是白月光吧？都被正主亲口承认了，还要在这里装？大家冷静点。这俱乐部的老板好像姓安，不姓夏。夏之莹真的是老板吗？主持人提出要去参观夏俱乐部。俱乐部一共分成3层，第3层是休息区，第2层是老板办公区，第1层是游戏区。夏之莹却拒绝了这个提议。我们就在这里吧，楼上还没收拾，有不干净的灰尘，我怕之苑会过敏。闻言，我立即一笑，没关系，我不介意。夏之莹面露尴尬，正要委婉拒绝，谢晋已经牵着我的手带我上了2楼。夏之莹只好赶紧追上来。谢晋说：来都来了，参观下吧。大家都露出好奇的眼神，期待地看向夏之莹。夏之莹盛情难却，手忙脚乱地站在门口。她猛然想起，我忘记带钥匙了，要不然我们先下去吧。主持人好心提醒，这不是有指纹吗？夏之莹反复摁指纹，全都识别不成功，她急得冷汗都冒下了。大家纷纷露出怀疑的神色。我主动走上前，轻笑着说：要不然我来。夏之莹怀疑地看了我一眼，我伸手解开了门锁，直播镜头直接落在我的身上。哇，之苑你怎么能打开？我松了松肩膀，笑而不语。直播间的网友纷纷怀疑，安之苑才是俱乐部老板吧？不然他怎么能打开办公室的门？难道夏之莹一直都在装？我真服了，这姐妹一天不装能死啊！
等等，你们看看办公室里超大照片墙，这不是安之院吗？进门，办公室超大照片吸引所有人的目光，照片上刚好是我，大家若有所思地看向我，又看向夏之莹。就在夏之莹无地自容的时候，一道明媚欢快的声音响起：芝芝，我猜到你回俱乐部了，特意过来找你。门口一个看起来像20-30岁的少女，就是我妈，她保养得太好了，20年如一日，脸上皮肤光滑水嫩，一点皱纹都没有。主持人曾经采访过我妈，她一眼就认出来了。林小姐，真的很荣幸能在这里见到你。主持人主动凑上来，要和我妈联络感情。我妈一个白眼翻过去，冷着脸走到我的面前。我都和你说了呀，不要碰电子产品，尤其是怀了孕，这都是有辐射的，你偏偏不听。直播间网友全都炸了，这不是林氏集团董事长林林女士，她口中喊的女儿是芝芝吧？没想到莹妹妹家世这么好，豪门大小姐，这次看谁还敢说俱乐部是假冒的？有没有可能是芝芝呢？林董事长明显是和安姐说话，你们粉丝能不能清醒冷静点？意识到我妈身份不一般，夏之莹浑身发鹅，转身拿出手机给一个人打去电话，侧身小声询问：喂，张哥，你上次不是跟我说俱乐部是你的吗？今天节目录制，为什么林董事长会突然出现在这？电话那头的人不知道跟他说了什么，夏之莹的脸色瞬间苍白。什么？你竟然只是代为管理的人？你骗我！电话滴的一声挂断。我妈狐疑地看向他，夏之莹有意讨好，冲他委屈地眨了眨眼。可我妈偏偏不吃这套。我妈面对镜头搂住我的腰，我就只有安之院这一个女儿，还有这是我女儿俱乐部，这里的一切都是她的，包括谢晋。怎么着？捡了谢晋一张照片就想要嫁入豪门？谢晋，你能不能管好自己的东西，防止有些人乘虚而入？我妈的一言一语都让夏之莹没脸。本来最能控评的粉丝彻底无话可说，叫夏之莹的粉丝再叫一声听听。一直以来都是安姐的，夏之莹蹭来蹭去，能占到什么便宜？哈哈，惹到安姐你算是踢到铁板了。她脸颊一红，整个人都羞耻的低下头。她一直都没说话，我妈也懒得看她。我妈真想让我回家休息，好好养胎。夏之莹委屈的落下泪。阿姨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我妈冷着脸，面无表情的瞥了一眼她。你不应该向我道歉，而是向我女儿道歉。夏之莹知道她现在得罪不起我，只好乖乖道歉。之愿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现在合约到期，经纪公司非逼着我续约，但是公司霸王条约我真的签不了，所以我就想趁此机会赌一把，就是想着能让谢晋帮帮我，或者能借着谢晋的身份摆脱经纪公司的纠缠。之愿，我求求你原谅我吧。首先，他被迫签了霸王条约，我很同情他。其次，他冒充我的身份，一而再的冒犯我，我凭什么要原谅他？我深吸口气，目光落在他的身上。我无法原谅你，说句凉薄的话，你被经纪公司纠缠和我有什么关系？你过来迫害我，还要奢求我的谅解，和我有什么关系？夏之莹脸色惨白，眼泪赖簌落下，她哭得梨花带雨，十分可怜。我妈拉住我的手，温声细语地说：以后少和这种人来往，我是来接你回家的。夏之莹身份被揭穿后，粉丝一落千丈，一向未说话的粉丝一夜之间凭空消失，没人愿意为夏之莹多说一句。不过如他所愿，他成功的和经纪公司解约，但自从这件事出现后，就再也没有工作找上他，他逐渐在荧幕上消失，没人敢和他约剧本。我怀孕期间，谢晋推掉了所有工作，专心留在家里陪我，他细心照顾我，就连上产房那晚，我妈本来打算他陪我进去，可被谢晋拒绝。谢晋额头冷汗直冒，眼眶发红，沉声道：我陪志愿走过这段路，我要亲眼看着他有多痛，这份痛苦尽管不能替他承受，我也要铭记于心。进了产房，我一直攥着谢晋的手，实在忍不了我就咬他一口，我流下痛苦的生理泪水，他却是真真切切的哭了。我还没放弃呢，他就和医生说：我们不生了，他太疼了，让我来替他生吧，为什么男人不能生孩子？医生都被逗笑了。经过这么一折腾，孩子顺利生下来，6斤6两的小婴儿，是个女儿。谢晋靠在我身边，眼泪无声落下。我们不生了。我忍不住笑了，指尖擦拭过他的眼泪。网上有句话说的没错，男人的眼泪，女人的兴奋剂。我低头吻过他的眼角，眼神逐渐炙热。等我坐完月子，你晚上多哭一会，我很兴奋。全文完。